LGD MBW 是否還能夠生效？是的，就是你能不能拖到你阵容发力期了啊？总而言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真的是看点满满，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迫不及待了。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双方今天第一小局的一个 BP 情況。微博依旧在这個藍色方，最近他們藍色方的一個次數還是非常之多的。LGD 是在一個紅色方。就像評論席朱亨說的嘛，他們這個賽季只輸了一小局，他們基本上都是被動選邊。他們目前藍色方微博是10戰9勝。這個班位目前沒有什麼變化，元輔加上鍾馗，看一下對手盾山給不給，不給的話就接 all in，還是他們習慣的 BP。all in 我拿完了之後，對面如果是少次元加倉，那他們反手就是他會先給子墨拿英雄，他跟別的隊伍還不太一樣。他會先給昭絕拿英雄，他會先保一個射手，然後前3樓雙邊一起出。對，我的意思就是他選完 all in，如果對面拿的是少次元加倉之後，他們優先會給子墨拿夏洛特這種英雄。對的，對的。然後像別的隊伍可能是蘇烈加海月。哎，他 LGD MBW 是先拿夏洛特，不拿少次元。哎，就夏洛特加倉先把雙邊亮了。就是大家也知道，微博最近藍方很喜歡直接亮雙邊。然後 LGD 是什麼呢？我預判到你的一些英雄，我先對位出雙邊。這把有意思啊，很好看、啊。這個是小樂的夏洛特打到子墨的狂鐵，那個醫學奇蹟起死回生的狂鐵。而夏洛特呢，又是小洛的一個招牌英雄啊，這把對抗的還蠻有趣的。然後微博。第一把有成長點了，有前排了，選擇了一個少次元搭配狂鐵。然後 LGD 這邊的話，中單位置先鎖了一手海月，反抗的少次元。這個 BP 做着做着 ，LGD MBW 佔據了一個小小的主動權，在紅色方。再看一下2輪的班位，目前從第一局這些選位上面來說的話呢，兩邊應該是勢均力敵的，要利用自己的長處去對拼一把了。而且這個海月出來之後，因為微博他喜歡拿多核，安良這裡喜歡一些野核或者說戰士野嘛，那海月就可以做到一些很好的盯防。沒錯，他後邊的話沒有去搬打野了，直接搬的是中單，針對聽月。沈夢溪、武則天都搬掉了。微博這邊搬的是打野，要搬中單還有個小喬比較熱門。微博是楊戬大司命。如果和小喬同理的話，感覺中單這把安琪拉也還可以，就配上少次元的話。是的，主要是看米蘇會拿什麼英雄了。而 LGD MBW 最後一樓他搬的是女媧，一個大核英雄。看微博最後一搬，夏侯惇還在。如果是彈野的話。搬朵利亞，搬了條朵利亞，怕朵利亞夏侯惇，有可能。外邊比較強勢的就是夏侯惇，不過朵利亞的班位還是相對比較少見的。其實還有圓坦，對吧？但是第一把圓坦用了之後，可能後邊會影響到魯班大師那個 BP 選擇，你可能要一直搬，不太敢放。你用完之後就沒有元輔了。對的。而且強勢的彈野其實還是有的，像夏侯惇啊這樣的一些英雄。沒着急，先點那首蘇烈，小仔的蘇烈。和少次元去打一個對位，看微博怎麼出了。對面的和氏倉得來一個切位，如果選近的話也會被盯。哪吒的話，同樣海月也能盯，除非他是個非常順的哪吒。那要不要就是類似於凱一樣的一些英雄，和狂鐵當做一個雙前排去互相抵住海月的進攻？那如果是雙前排，中路就要補一個像安琪拉這樣的英雄，在前期能打出足夠的優勢。對，但他中路這把確實要做強一些。還是安琪拉，也是我們剛剛說到的一個英雄。那就看打野位了，夏侯惇選擇了把外援比較強勢的夏侯惇搶了。那 LGD MBW 這個打野位，戰士野，趙雲。阿古朵，這樣的話，阿古朵和倉啊，這麼多障礙的情況底下，其實團戰會對安琪拉的2技能形成很大限制的。這把安琪拉確實不好發揮啊，但是阿古朵出來了啊，子墨的狂鐵又笑了。有沒有機會再來一次起死回生呢？這把確實召喚物還蠻多的啊，有倉的狼魂，然後又有阿古朵，單位很多，感覺彼此都是一些相生相克的關係了。那從整體中野輔的對抗強度來說的話，兩邊這把的強度都還是蠻高的。但我說實話，LGD MBW 最後一樓這個康特位選阿古朵之後，這必須要保證阿古朵是個順風，要不然他打不動對面雙前排的。這雙前排可能會借助他的那個召喚物去回血，然後輸出壓力就會全部來到雙邊身上了。沒錯，這把米蘇如果能像他上次玩阿古朵一樣那麼順，出來野區第一波就抓到一個一血，就會好打很多。但北京微博在前期的布置
還是比較小心的。就这个队伍可能前期会稍微逆风一点，但是他能保證的是经濟，总经济不会被你拉開很多。是的，就微博的前期進攻並不是非常的猛烈，但是他們的分軍經濟目前在聯盟排在第一啊。而且他跟之前的 BP 風格也不太一樣，這把是雙前排。對的。之前都是什麼無前排陣容跟你玩。但是這把明顯會更加的扎實一些，他們是希望利用自己的上野的坦度去頂住對面海月的一些進攻節奏點，沒錯。然後利用自己的中野輔在前期去抓到一些機會。微博是有一個主動進攻能力的，而 LGD NBW 這把陣容其實相比起對面來說會更偏法語一些，而且他們是需要保持身位的拉扯，他們的手更長，要先打消耗。所以這把蘇烈跟海月什麼時候開團也挺關鍵的，對，因為需要先打前置傷害，先消耗一下對面的前排。不過今天兩邊的第一把 BP 其實能夠讓大家感覺到的一件事情就在於，兩邊雖然現在已經沒有積分壓力了，他們已經確定第二輪晉級到 S 組了，但是他們今天上來的這個感覺更像是我希望真頭名以全勝的姿態進入到第二輪。是的，我不想讓隊伍的這個氣勢因這場比賽而斷掉。沒錯，因為目前的話大家也知道，等到第二輪 S 組的時候，所有隊伍之間的競爭會更加激烈，而兩支隊伍目前也都在盡可能快速的去提升自己的過程當中，不希望自己的連勝被中斷，所以今天很有可能是一種針尖對麥芒的火拼了。而且目前打到目前為止，兩個隊伍也算是勢均力敵的這種情況，都是一個4-0的戰績。因為在此前他們的比賽贏的都相對會輕鬆一些，但是今天這場是一個勁敵，可以考驗一下自己前一段時間的這個成果。尤其對微博來講，它相當於是一個小重組。沒錯，兩支同樣在目前4大場連勝的隊伍，在自己第一輪的收官之戰相遇了。來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戰況如何。就到雙方的第一小局比賽，藍色方北京微博，紅色方杭州 LGD NBW。我是解說一雪，我是解說瀟灑。LGD NBW 的開局站位是保證米蘇的開局不會受到少蘇岩的干擾。然後少蘇岩這把的一個技能的話帶到的是一個淨化，這樣他們能夠去騙海月鏈子的人其實會變得更多。對的，這淨化得先逼出來，海月才能動少蘇岩。嗯。阿古多野區沒有受到影響，刷野會非常快。對於昭爵來講，他下一波兵線對接，在清的過程當中就要小心了。下路昭爵直接縮塔下了，這個線他也不貪，因為上路隊友在打對抗，沒有時間管他下路。是的，而且知道阿古多差不多快出野區了。也知道阿古朵是紅開的，直接兩個一起傳下來，但是沒有能夠成功斷掉，子墨被逼閃了，兩個人傳走了，是了個狂鐵。壓了一波中線，蘇烈過來之後，這樣可以讓打野經濟最大化。哎，但蘇烈走了，讓夏洛特過去一起吃。其實我看了一下今天的比賽，目前很多都是讓對抗一起傳下來，再多分一波兵線的情況。讓經濟給到核心位置。利用趁機，安亮這邊再控了一下對面的赤甲，前期兩邊更多還是以控小資源為主。給到了怎麼狂鐵的第一視角，他的狂鐵上場比賽的那個中路，打出了個名場面。是的。就是一波團打完沒有一滴血是自己的，全是對面的。哎，這花草吞到了，差點把九尾的海月秒掉。聽月這個小草蹲的是非常靈敏的。我估計九尾的視野裡邊覺得對面往上支援了，往上來確實也來了，二技能控到了對面手下，路打了下多一個閃。但剛才是先蹲了一波海月，然後再往上轉。那相當於這一波的轉圖當中，聽月是起到了不錯的節奏的。聽月也交出了自己的閃現，跟小洛的夏洛特換了一波。上路的話沒機會。現在 LGD 就是在下半圖再給到一些壓力，但也是阿古的每一輪出野區沒有什麼事情做。是的，就只能下路壓一波塔。對面如果不給機會的話，阿古多就只能正常刷，經濟差就拉不開了。兵長川，
而且阿古朵他吃線補刀，相較於其他打野沒那麼好補。安琪拉又是一個大招，先去壓一下對面的位置和狀態。夏侯惇直接反，這感覺要被打狀態了。那夏洛特的狀態自身不好。這波紅區是有點想法的，不想給阿古朵這個紅 buff， 還有5秒要刷，上路直接截線了。但是蘇烈是可以繞過來的，微博下面有蘇烈的視野，大閃拍到的是對面的一手少司源。但少司源這邊連進化都沒有交，而且安琪拉是用大招規避了，所以敖影也來了，50也來了。這波微博是很想打進攻的，正面的話狂點直接閃敲進去，一血拿到手。這個進攻在微博前幾場比賽當中可不常見啊！這麼早就組織了一波50進攻野區，是的，打了一波阿古朵的關鍵節奏。這個紅 buff 對於阿古朵很重要，因為他馬上要出第一件冰矛了，而且要打4分鐘團了。其實這波打完之後，龍也爭不了了。看到时预測上面這把是非常平均的，各有10位嘉賓看好了兩方。但從剛剛上波的博弈上面來說，微博的節奏會更轉一點，包括安琪拉傳下去也把下路的外塔給守住了。關鍵形成了，現在控完暴君之後，夏侯惇先刷自己的紅區，刷完之後往上轉刷藍區，刷完之後再吃一波線，對面的紅 buff 差不多又要刷了，就會形成一個北京微博持續進攻紅 buff 的節奏。剛好3片野區時間會錯開 ，LGD 想換野區資源都沒得換，只能通過正面野區防守保住這個紅，要不然就是放棄紅 buff。那這樣阿古朵這一局的作用就會很小。看這波微博的進攻是很有決心的，因為敖影也過來了。然後子墨的狂鐵，這裡一個 A 閃，他是2技能從牆的一側穿過來之後，看到了阿古朵站位靠前，想要搶這個紅，就直接上去開了。先消耗夏侯惇，但夏侯惇有盾。這波紅 buff 刷新之前，中上線微博會先過，這樣兵線壓力也會給到 LGD。是的，這波微博要截完中直接來紅區找架打，看一下 LGD 的防守了。倉還在過中，安琪拉一個大招配上少司源一踩，直接打到了對手蘇烈，蘇烈被動瞬間被打出來，海月大招帶了一個人進去，但是看一下外面的戰況，蘇烈第一時間被秒掉了。倉這手來到了一個正面，小刀這個時候也切了進來，卡到是對面那手少司源，雙劍打了出來，然後出來之後的海月直接交了一個閃現，拉開了一個身位，但是側面的話看一下夏洛特是要倒在裡面了。那這波團戰 ，LGD NBW 不僅丟了紅 buff， 還掉了2個人。那等於微博每打一波野區都非常的賺。我感覺後續 LGD NBW 估計會放這個紅 buff 了。而且這波打完，北京微博可以拆中，藍 buff 也不保了。這是微博很順暢的節奏。主要是現在正面50團打起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微博的爆發第一時間就可以先灌掉 LGD 的前排，因為 LGD 迫於兵線壓力，讓倉先吃中，讓夏洛特先吃上，第一時間正面只有3個人，而海月帶1個人進去之後，正面只有一個蘇烈跟阿古朵，那個蘇烈被動觸發，阿古朵踩不了。對的。而且這個時候外面的地盤是完全搶不過的，這個狂鐵卡在了那個地方。這是微博聰明的地方，他利用線權先拖住對面2人之後，打了一個第一時間的人數差。當對面的雙邊再趕過來，其實你還是少人，就你蘇烈已經沒了。看到經濟排行目前前3的都是微博這邊的人。這紅區應該是不好守的，夏侯惇還能先打個龍。但阿古朵不守野區，他是真沒地方發育這一種。哎，正面定身踩到米蘇，給你交了一個2技能，自己的狀態已經很低了。那這波紅區微博是可以直接進，並且可以推進了。這個紅相當於 LGD NBW 已經無力防守了。而且下路的線，狂鐵剛那波帶的也很深，所以下線還得再過去截一下。現在7分半的一個時間，已經快要有差不多4、5千的經濟差了。最重要的就是現在，先看一下蘇烈開奔狼，想去抓一個子墨的狂鐵交閃加蒼穹，大招拍起來，一技能還能回血，回頭一技能再回了一口，拖到了隊友過来，起来直接回头給了一套技能，自己再交了一個2技能往後走，倉一個1技能跳射收掉了殘血的狂鐵。這個時候夏侯惇大招往側面去拉，然後正面少司源過來踩了一腳，踩到手對面的海月直接配上召集的時候給秒掉了。最終還是一個1換1，然後中上 LGD NBW 還有兵線壓力，下路2塔的話也守不了，藍 buff 也刷新也守不了，因為剛才那波9位的海月選擇閃現去拉聽月的安琪拉，但安琪拉因為有閃現直接拉開了，導致了海月第一時間沒大，就處在了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被少司源定身，被敖影激活。
加上第一波他們想要抓单帶這個點是碰到的狂鐵撐了太久時間了，吃了太多技能了。狂鐵先閃蒼穹，然后回頭一技能，再開個大招。交了蘇烈的大招了，阿古朵的大招了。這個時候，其實 LG DNBW 已經沒有太多的手段再去掩護隊友了。哎，又往上抓了一波，這個時候碰到的又是狂鐵，閃開，這波頂回來就是要殺掉，但是隊友也支援了過來，看一下安琪拉一個大招把狀態給壓低，但這波 LGD 是有手圈能力的，是的，都在等海云的大招。再看一下外面的一個情況，正面哎，等一下这個安琪拉的二技能打出來，蘇烈手被動，又沒踩起來，火直接把蘇烈給秒掉了。這邊夏洛特直接接了進去，想要和對面硬換掉失手少思源，但是小友這波輸環境也很不錯，昭覺和小友各自拿到一手2連擊破。雙方的发一路都有收穫，但是這個安琪拉還有想法呀，敖影點了個發起進攻，因為敖影全技能還在。這個紅 buff 嘗試一下，終於被阿古朵交成績拿下來了。LG DNBW 在陷入逆風之後，他們是選擇了5人抱團就抓一條路。這波一技能帶紅粘住了，天元是沒閃的。昭覺過來接一下，那還行。阿古朵主要沒大。但是在10分鐘前的這2波 ，LGD 很堅決的衝出來，也讓他們在10分鐘的壓力相對來說沒有之前那麼大了。對，他們並沒有說一味的退讓，選擇去做遠邊線，不管紅區，而是趁着北京微博各自帶線的時候抓了一個落單。就算是狂鐵，也要下決心把他給擊殺掉，因為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把節奏扳回來一些。這狂鐵經濟很高啊！看一下這一波，安琪拉先手一套配上敖影的傷害，阿古朵半血，但是 LGD 是不想退的，側面先摸一下狂鐵的位置。蘇烈也在卡位置 ，LGD 拼龍肯定是沒什麼優勢。看一下昭覺直接閃現過去，3火打上，第一時間碰到的是對面的一個前排，蘇烈這邊被動打了出來。但正面的話，看一下夏洛特切了進去，找到一手殘血的夏侯惇，把夏侯惇也給摸死了。最終龍是被安琪拉給收了，這個紅 buff 敖影正常拿到了。最終的團戰 LG DNBW 是在落後的經濟情況之下打贏了。一波1換2，因為整體 LGD 它的經濟雖然落後，但它雙邊的一個經濟一直在努力的補，尤其是小九這個倉，它的經濟一直很高，輸出很足。正面又要打起來，互換一波血量，哇，這個一技能反應很快啊，就為閃現躲了一下，沒躲的話感覺要死了。兩邊這個中單感覺今天也是非常的針鋒相對啊。就是看到小九的這個裝備和經濟啊。昭覺和小九，我覺得他們是目前以來非常穩定的2位發路選手。是的，他們在這個賽季目前打下來的分均傷害都是比較高的，尤其是小九，他是分均傷害6521，排所有发一路第2，分均經濟789，是排所有发一路選手的第1。目前也都沒有陣亡過，他們各項數據維度基本上都是排名第1、第2。就是這2個发一路，他們參戰的死亡率非常的低，所以 LGD 他們雖然經濟有所落後，但是发一路位置的一個對位經濟沒有太多的一個落後，這是導致了他們打團的話一直有機會去打北京微博，而且夏侯惇跟狂鐵也有點頂不住這個倉的輸出。是的，還有小洛的這個衝陣，其實他剛剛是用肉身去把對面的陣型給分割開。這也是為什麼微博的推進，其實在剛剛是被滯緩了一些的。夏洛特點了個發起進攻，好像又要找子墨的狂鐵啊，有點想法。但狂鐵這裡拉開了，而且子墨現在這個裝備還蠻等一下，微博的4個人還要殺嗎？可以反包啊！又要打狂鐵嗎？2技能沒有滾到，那上路的線也不管了，微博直接過上線，然後子墨這邊往後撤一步。那感覺這幾個人肯定要被留啊！所有人不是所有人都在這兒回城的。是的，要先回城。對面的紅倉也走了的話，那正面這波團3個人，哎，倉沒走成。包，那這樣感覺 LGD 必須要打了。這邊是個4打5，海月這邊要從後方包過來，那這邊先做一波拉扯，看一下，先打一下對面的狂鐵，壓退狂鐵的一個位置。
置。這邊夏侯惇一級大段卡住了夏洛特，家裡3路兵線，要不管線吗？微博就是因为兵線好，这邊開始給壓力，小仔大招再一拍，但是自己被安琪拉直接自殘了，自己是一個絲血的狀態。然後他們的話，夏洛特切的進去，但是被夏侯惇的大招給鎖到了，接了一手兵甲，夏洛特直接被秒掉了。趙雲大手無堅不摧。但看蒼小九的輸出環境很好，往前走，小九這邊也在不斷跳手，但吃到安琪拉的一手二技能，看一下海月這個大招快要把人給拉出來了，這邊以後直接這樣的一個閃現往後走，但是子波二技能穿進去了以後，直接配上趙雲傷害，無人能到手了，海月也被殺掉。那這樣蘇麗也是殘血難逃，一死微博這邊團戰打贏了，而且殘血的阿古朵跟蒼兩個人有點守不住這個兵線的，兵線是非常好的，而且昭覺的狀態也是一個滿血，下路有2條龍兵在，安琪拉二閃，夏侯惇大招也是直接鎖了進去，就是要把線給空過來，就選擇點掉，所以那麼恭喜北青微博。最後一波，感覺 LGD-MBW 選擇了去對面的紅區包那個狂體，爆了所有人的視野之後，就有點騎虎難下，退不好退了。就感覺那一波他們想要衝，但是那一下，就子墨他就是很淡定的原地開了一個大招，後撤了一步。對，然後隊友那邊把中上線一截，下路一放龍，3路兵線壓力給到了 LGD-MBW 的高地壓力。這個時候 LGD-MBW 迫於壓力想回城，但是好像蒼那個位置不知道是被發現還是怎麼着，沒有選擇回去，但海月回去了。最後微博打了一波猝死團，我們也是來聽一下評論席的看法。哇，這個第一局雙方這個對局的質量還是非常高的，是一場高水平的對決啊。是，就是前面如果經常看那個微博比賽的小夥伴應該知道，微博基本上第一把他們都會去在藍色方選個洛特，是打法還是一樣的，他們就是在藍色方，然後跟洛特很早的就擠進敵人家紅野區，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是個洛特，所以那個紅區的進攻吧，就經常無功而返。但這次加強了，我是狂鐵，主要也是老乾爹想增強自己一個中後期能力，對，所以把這手洛特給搶了。是，但是微博只能說他們的這種進攻節奏打得確實是非常好，是從那波紅區開始一直在打，一直在打。其實 LGD 最主要的還是他們想在紅區接這波團，對，但是你後面接着你會發現根本接不住。接了2波之後，中塔也沒了，藍區也沒了，紅區也沒了，反正就是打，反正怎麼都不賺，感覺對，打得特別劣勢。不過好在 LGD 是最後是通過2波抓狂鐵，對，2波抓到狂鐵，把自己的劣勢又給扳了一點回來。對對，所以他在局內其實他也是在高效運作，去思考怎麼樣去破局的，並沒有說被北京微博一直壓着打。對，要不然就被平推了呀。對啊，因為微博這套陣容，它就是一個前中期特別厲害的陣容。我敖影自己又能帶線，然後夏侯加狂鐵一直打你的紅區。LGD 這一把主要還是我覺得是前面置換的稍微有點差了啊，反應的有點慢了。對的，稍微有點慢了。是的，但不過後期的一個處理，包括那波龍團，雖然說龍被微博拿掉了，但是自己是處於一個人員優勢的一個情況。但這個時候不得不說，是。活下來的中射輔3個人是把對面的這個龍的位置卡得死死的，距離感又很好。對，而且因為這把龍大家看到它不是一個冰龍的出裝，它是一個暴擊龍的玻璃大炮，傷害給的壓力太大了。是，你想正常我在一個黑豹團打了一波1換2，正常我要過去開主宰，對，但是微博這3個人他卡在那個龍口位置，就是那種距離感真的把控的特別好，對，搞得 LGD 不敢過來開這條主宰。然後在最後那一波龍團可以看到小樂是找到一個繞側的一個機會，但是一腳又是被一生直接定在原地了。是的，就他們現在整個感覺到微博的團戰處理，這把整體來講，是更優秀的。主要是這個陣容是個倒計時陣容，在前期能夠把節奏穩到這個地步，是包括在劣勢的時候也看到了3個人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拉扯。對。是的，像最後一波其實就是拼了，因為線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如果不去拼那波的話，確實這個陣容就只能被關在家裡了。是的，兩邊都是狂鐵的高勝率的這個使用者，這把安良的處理也不錯，前期的野區的進攻節奏非常的穩健。是，而且他也沒急，隊友還沒到的時候，他就是在拉着 buff 慢慢拉扯着打。是。這個我覺得也是安良不斷進步的一點吧。實際上安良在這賽季第1輪的時候，感覺大家的狀態他還是會有一些波動和掉點，但從第1把的進攻節奏來講是沒有任何的一個問題的。哎，這把射手真精彩，這2個射手的對決。我們賽前就對比了這2名射手，包括他們的分數也都是排在前2的嘛，也是這個夏季賽非常亮眼的2名射手選手。
一个是新人，一个是老将，但是大家都在这都在个夏季逐浪赛都打出了太惊艳的表现了。我本来还期待着这个一生第一把又会出什么游走，结果他早早把上虽然露出来了，是的，让你有点失望了，有点失望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局的 iQOO MVP， 給到了聽月安琪拉，聽月本賽季的第3次 iQOO MVP。打確實挺不錯的，壓力給的河道的壓力，包括那波3守4給到的壓力，都是每波都是拉滿的。是的。我覺得更多的還是說，當老林就是因為這個畢竟是一個2組頭名之爭嘛，這麼高水平的對抗下，讓安琪拉能打出來這麼強的壓制力是非常難得的，因為水平都很高。這波也是第一時間用大招製造出了一個霸體，是，沒給到對手任何機會，然後這打到這個階段，那就是純數值，在這個時間點，微博這種抱在一起純數值，直接碾過去了。是的，這種還野區保護，但是真的打不動，現在沒傷害，接不了這波。感覺像這種情況下 ，LGD 只能去換塔了，紅區只能讓。他們是防守了2波藍區，這應該是第2波防守。對，防守完2波之後，確實感覺打不了了，才去做了一些遠邊的一個置換。第2波紅區打完，那是徹底炸了。這個應該是最後一波了。海月回去了，然後剩下人沒回去，他們也是在等海月，看看能不能再形成一個包夾的一個情況。然後這裡洛特先上來，從側面找機會，但是已經被一生發現了。對，而且微博他打團，你看他基本上都是人齊的時候，然後他找機會也是非常果決的。根本不給你任何的空間。而且你看這波其實蘇烈也想大閃，但第一時間也被控住了，被安琪拉一個2技能給控在了原地。他這個位置也一直在拉扯，非常靈活啊！他這個安琪拉玩的。對，他的安琪拉玩得很好，而且另外一方面，